小米13 Ultra、vivo X90 Pro Plus， 它俩的对比怎么可能躲得掉呢？而且你们在留言中也经常催它俩对比是吧？软件该升级的都升级完了，今天就看看他们的表现吧。正式测试前，先是鼓励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。我这么干的目的呢，就是希望您也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但是注意啊，摄影环节的照片是台手机就能拍，不光它俩能拍，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，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，我们的测试环节还是非常丰富的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。那下面就看看它俩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吧。这两台手机已经上市有一段时间了，大家对它们的后摄焦段配置还有拍摄界面应该比较熟悉了。那么我们在白天的对比呢，还是先围绕厂商给出来的这些焦段进行对比。首先呢是主摄，从参数上说，两台主摄都是非常强劲的，感光器的型号也是一样的。小米这边多了一个可变光圈，在第一期13 Ultra 的节目中呢，已经对比了两种光圈下的成像表现了。那这一期呢就不再赘述了，下面直接看两台主摄的实拍对比。从颜色上说，两边还是有些接近的，是吧？小米呢是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我都拍了，那下意识觉得哪个好呢，我就用哪个了。在解析力方面，我感觉是 vivo 的更强一些，但是镜组的光学质量，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就是小米的更好了。可惜这个场景呢，小米有些紫边。换一个环境，换一组对比，这回颜色还是很接近的。小米这边呢，应该用的是徕卡生动，这回在解析力方面呢，我感觉又是小米的稍微强一点了。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，还是镜组的光学质量问题，依旧是小米的更优秀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解析力方面呢，我对比了很多组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小米这边看着干净，但是有涂抹感；vivo那边呢，细节看起来好像更多一些，但是有噪点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说呢，硬件上是 vivo 那边更好一些，因为它的感光器更大，但是视角跟光圈可都是小米的更好。这回对比样片，小米这边我挑的是徕卡经典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视角差距还是很大的啊，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，咱就各看各的吧。因为小米的视角更广，它中心的物体拍得更小，在解析力方面呢有点吃亏。综合来看呢，两边在光学方面的表现都不错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是 vivo 的更好。但是巧合的是呢，它的紫边也是更重的。再换一组对比，颜色方面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解析力方面呢，两边还都是很优秀的，就是小米这边由于用的是徕卡经典，所以暗部细节呈现是有些问题的。看另一边的边角画质把控有点考眼力啊，还是 vivo 的更好。这 vivo 呢感光器更大，小米是视角更广，它俩呢都有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地方。两台超广角都有高清模式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， vivo 是4800万像素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是 vivo 的更优秀啊，这我对比了很多组，确实都是这样。但是你们更喜欢超广角的视角广呢，还是解析力更高呢？其实我是偏向视角更广的。微距对比上看过之前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结果了，小米肯定不行。那这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呢，就是超广角镜头，其他的镜头也能凑合拍，就是数码变焦的裁切感、涂抹感有点太重了，所以尽量还是用超广角来拍比较好。再说中长焦镜头，那先说中焦这块，小米的这颗3.2倍镜头呢，等效焦段已经到了75毫米了，已经算是中焦镜头了。那 vivo 这颗2倍镜头呢，等效焦段是50毫米，中焦镜头妥妥的。长焦镜头这块，小米是5倍，vivo是3.5倍。
原生像素呢是 vivo 的更高，感光器呢也是 vivo 的更大，但是焦段呢是小米的更长。他们俩的中长焦镜头对焦都是没问题的。那咱们直接看实拍样片，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起。2倍呢，小米是数码变焦，主摄的数码变焦啊 ，vivo 是光学镜头。中心解析力方面 ，vivo 的更强，但是噪点呢稍微多一些。vivo 这颗2倍光学镜头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解析力的优势啊，跟小米的2倍数码变焦比呢又大了一些。现在是2颗光学焦段的对比，小米是3.2倍 ，vivo 是3.5倍。这回颜色的差距是比较大的啊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是都不错的，但是小米这边竹子的颜色没有 vivo 的好。小米的3.2倍跟 vivo 的3.5倍都有高像素模式，小米是5000万像素 ，vivo 是6400万像素。在解析力方面呢 ，vivo 的更优啊，这是因为它的焦段更长，而且像素更高。那如果都是3.2倍的话，那肯定就是小米更好了。现在是5倍焦段的对比，小米是光学镜头 ，vivo 是3.5倍镜头的数码变焦。解析力方面，光学镜头的小米更好。小米的5倍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跟 vivo 5倍的数码变焦比呢，优势就更大了。再看一组10倍的对比吧，它们都是数码变焦了，解析力方面小米的更优秀。我发现很多人都关注10倍焦段，那咱们就再比一组。其实我就算放一组呢，也会对比很多组，然后告诉大家一结果。那这次的结果呢，还是小米的更优秀啊。那这就让我很期待下一期它跟三星的对比了。前摄自拍的对比，小米这次还是不错的，看起来很精致。但是跟 vivo 比呢，vivo 还是更精致一些啊。因为前摄自拍一直是 vivo 的强项，在肤色刻画方面呢，确实比小米老道一些。但如果不看肤色，看整体照片还有背景的话呢，小米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。前摄录像这块，两边的人物肤色倾向是一样的，就是曝光不一样。小米这边亮堂一些 ，vivo 沉稳一些。那么你们更喜欢哪边的前摄录像效果呢？人像对比呢，算是到了 vivo 的强项了，因为它的表现一直都很厉害。这回小米的表现呢，也可以说是很好的。但是跟 vivo 比呢，注意看肤色啊，差距是很小的，但是就是这一点点肤色的差距，导致了 vivo 在人像方面一直都很厉害。直出宽容度，先看第一个场景，两边的表现非常不错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水平都非常高。从第二个场景开始出现了区别了，主摄的表现，小米暗部细节呈现更丰富，注意看右边的树枝啊，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。但是换了一个场景，情况发生了反转，小米的暗部开始往下压了 ，vivo 的暗部开始提亮了。好在小米的暗部按下去还有细节啊，但是超广角亮部细节小米就出现了问题了，没有 vivo 的好。场景的难度再次加大，这回主摄亮部细节小米也出现问题了，没有 vivo 的好，超广角也是如此。场景的难度继续提高，这回亮部的差别就更大了啊！放大看的话，可以发现小米跟 vivo 比呢，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超广角的表现虽然说亮部细节依旧不如 vivo， 但是暗部细节还是比 vivo 强的 ，vivo 已经出现了发虚的情况。最后一个场景，主摄的表现。vivo 暗部可以按得下去，而且还有细节，亮部也是 vivo 更优秀。超广角的表现，亮部细节呈现就是 vivo 的好。暗部虽然说小米能按得下去，但是已经损失细节了。总体来说呢 ，vivo 的表现稍微好一些。再看夜景的表现，第一个场景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表现都非常好，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呈现都比较丰富。2倍焦段的表现还是有些区别的，亮部跟暗部仔细看啊，都是 vivo 的更好。就是最亮的红色霓虹灯 ，vivo 的表现没有小米的好。3倍端的夜景要着重说一下 ，vivo 虽然说可以开启快速夜景，在多暗的地方主摄跟超广角都能快速成像啊，就是直出，但是长焦不行，它还要转圈圈，很多场景都要转圈圈啊，所以我给它算自动夜景。那至于这个场景的表现吧，我觉得小米的更好。5倍端的表现，如果不看最上方红色霓虹灯的表现的话，是 vivo 的好，但是怎么能看不见呢？好，再换一个场景，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，两台手机依旧是都非常优秀。2倍端的表现是 vivo 的更优秀啊，很多地方都是 vivo 的更清晰。3倍端的表现，亮部细节是 vivo 的更好，暗部细节差不多，5倍的表现也是如此。场景的难度提高一些，这回主摄跟超广角的表现，小米就不能跟 vivo 一样好了，亮部细节呈现的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同样的，2倍端的表现、3倍端的表现以及5倍端的表现，全都是 vivo 的更好啊，全都体现在亮部细节呈现上。那这个场景的表现也就没有悬念了，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 ，vivo 的表现更优秀。同样的，在难度差不多的场景，2倍端的表现、3倍端的表现还有5倍端的表现，都是 vivo 的更优秀。夜景模式前最极限的场景，主摄的表现 vivo 稍微好一些啊，暗部细节呈现更丰富。超广角呢 ，vivo 倒有些偏色了。2倍端的夜景表现相对来说两边是比较接近的，
3倍端夜景的表现 ，vivo 那要着重说一下啊，它已经不是3.5倍镜头拍的了，它已经变成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虽然说暗部细节呈现看起来好一些，但是整体的清晰度是没有小米这边3.2倍镜头拍出来的清晰的。5倍端夜景的对比在这方面就更明显了，小米就是5倍镜头拍的，暗部细节呈现是没有 vivo 的丰富的，但是整体的清晰度可是要强于 vivo 的。vivo 的5倍呢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。祖传神助场景就得打开夜景模式了，非常的暗啊，后面呢都是夜景模式的对比了。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超广角的表现是小米的更优秀。小米的夜景模式中是没有2倍焦段的，你得用双指缩放的方式来拍摄2倍，而且呢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vivo 那边的2倍呢也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那后面呢就甭看2倍了，咱们就直接看主摄就完。3倍端的表现两边颜色有区别，但是细节呈现是差不多的。小米就是用3.2倍镜头拍的，而 vivo 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了。5倍的夜景，小米是真用5倍镜头拍啊，漆黑一片。那 vivo 靠主摄的数码变焦呢，还是能看见一些东西的。健身器场所主摄的表现，小米还是有些偏色，细节呈现依旧是 vivo 的更好。超广角 vivo 的偏色非常厉害，但是细节呈现两边差不多。3倍端的表现虽然说亮度不一样，但总体表现呢可以说差不多。5倍端的表现呢，就是 vivo 的数码变焦更强了，原因前面已经说了。祖传神助 Pro 场景现在是非常的暗，因为周围的树叶全长出来了。两台主摄拍出来的效果乍一看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放大看还是 vivo 的细节呈现更清晰。vivo 的夜景时间更长，反而是它更清晰，这点还是很不错的。超广角就不用分谁强了。3倍端的表现两边还可以说差不多，5倍端的表现 vivo 的强。视频录制我们本着是让大家了解微信等社交软件的录制效果，还有防抖走路的这些日常效果，所以我们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啊，1080p 30帧。现在是主摄的表现，小米的色彩更好 ，vivo 那边有些发白。现在是超广角走路手持的防抖表现，我感觉这颜色呀是树荫下边就是阴影下是小米的颜色好，到了太阳下呢就是 vivo 的颜色好了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，两边的效果都是非常好，无论是清晰度还是防抖都不错。现在小米是3.2倍 ，vivo 是3.5倍，都是光学镜头，它们的录像表现也是都不错的，防抖跟清晰度都很好，但是 vivo 的锐化有点重。现在是5倍录像的表现。防抖方面，小米更稳一些啊 ，vivo 稍微有些晃，颜色跟清晰度我觉得都很好。现在是两台主摄夜晚录像的表现，防抖方面呢跟白天比都有下降，清晰度呢两边都差不多，但是暗部细节呈现是 vivo 的更好，小米那边的鬼影有点重。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是小米的更好，清晰度呢是 vivo 的更高。现在是2倍端录像的表现，两边颜色的差别是最大的，清晰度是差不多的。由于小米那边的2倍呢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所以这鬼影啊还是非常明显的。现在是3倍端录像的表现，小米虽然说是3.2倍啊，但一看就知道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清晰度呢是没有 vivo 那边的清楚的。5倍端录像的表现也是如此，一看小米还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效果是没有 vivo 强的。工业设计还有硬件方面呢，这两台手机都应该属于老选手了，大家对他们的造型啊，还有工业设计都应该比较熟悉了。那么你们就说说，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长相呢？那由于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呢，硬件方面我们也不是很懂，下面我们就直接总结一下他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这两台手机白天的表现，主摄可谓是棋逢对手啊，都不错。超广角呢是各有优势，中长焦以下 X90 Pro Plus 的更好，长焦和超长焦是13 Ultra 的更好。微距、前摄、人像都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。那宽容度和夜景在综合了所有的镜头、所有场景之后呢，也是 X90 Pro Plus 的更好。录像白天两边是各有优势，那夜晚呢是 X90 Pro Plus 的表现更好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您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